快点，吃什么嘛？哦，又没有吃完，这几天拍摄一直都这样，每一次都吃不完啊。哪里有哪里？你不相信啊？看 VCR。我叫可乐。还没有吃完，我再休息一下。你看他又没有吃完，每次都没有吃完的。哦，是不是？那是我妹，那不是我。啊，我们看下一段。没有下一段。因为我是小鸟依人，说我是小鸟胃。那吃不完，我们走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是他赶时间哦，不是我不要吃，OK？还是你坐下来吃，我们走。他赶时间哦，我们不需要走了，OK？小老婆大发现。Hello，哇，你的食物很多啊，还吃不完呢。啊，每次这样的，很浪费呢。教训他。哦，以后吃不完就不要买太多了。啊，你知道这个食物吃不完我们会怎样处理吗？哦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你们放下了，我带你们去后面参观一下啦。好啊。是不是每个食物吃不完的人都会被你叫进来啊？哦，不是的，如果每个人被我叫进来的话，我就很没有空了。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被你叫进来了。对呀，是想给你们看一下，每个新加坡人每天都会浪费掉2碗白饭，等于每年储存到来是140公斤的分量。身为一个生态大使，就是要教导人家不要浪费食物，也保护这个环境。哎，这样就好了，你可以教他嘛。哎，大家都要学习中。对。那我刚才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不觉得这个桶很熟悉吗？有一点嘞，有一点。这个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看图说故事里面的照片。快点去拿问题。问题。问题。请大家看图说故事。好，总共有13个人在看机器把垃圾丢进垃圾桶。很烂呢。来到我。这里是 orange， 它有橙、有葡萄，还有苹果。然后呢，可能它里面有什么机器，它出来就是美味的果汁。它的那个桶这么大个，然后是垃圾桶的形状，你肯喝啊？我懂了。那里这些水果我不懂是不是坏的啦，我觉得他们是用来 recycle。哦，我觉得不只是水果。它还可以分类食物。对，聪明。哎，Tony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还是你在里面？我看一下。有没有像？没有你有没有什么印象？还是有答案？哦，你们问对人了。我们这边有一架厨余处理的系统。哦，那我要去看。哦，我要看。走啊，带你们去。往哪里走？带你们去看之前呢，我们先去收集更多的厨余先。OK， 这里就是第一间。对了，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拿上来。OK， 看有多少量。哦，不多。其实也没有很多。对。那你们一天会去多少间收集这些厨余？哦，我们这边有52间。52间？一天收集几次？一天收集2次。这样要去104次啊！哇。对，连我们总共每一天收集回来的厨余是1.4吨。哇，这么多，是平均啦，平均都会这么多。平均，对，就要看你们浪不浪费食物了。看你们浪不浪费食物，你们最浪费的人是你。可是你们只收集熟食嘛？哦不，我们也会收集超级市场的那种烂菜这种。哦，就是卖不完的蔬菜水果，对，都会变成厨余。对。好，52间呢，有没有时间呢？我们去第二间去，走。现在需要你们帮忙把里面的纸袋啦、汤匙啦挑出来。垃圾跟食物还是要再分类。对，要分类。好了，这个叫做自己做过的事情自己要解决，有点小报应的感觉。但是没关系 ，OK， 拍我，没有，我在拍你啊，拍我的手 ，OK， 这吸管，对，然后看到了叉子。其实我看到很多的这个鱼骨头，有没有试过用手去捞的时候会刺伤手，或者是那个虾头啊，虾头不是很刺。
所以你们要优秀一点，慢慢来。也要慢慢的弄干净。对，要处理到很干净，我们才可以去我的系统。如果你没有干净去系统的话，我的系统会坏。哇，这样要很小心哎。对，要很小心的把里面的铁啦、塑胶的东西拿上来。所以你看啊，你们如果吃不完，也不要把那些汤匙啊，或者是一些不要的东西、一些垃圾丢在碗里。然后过后你看就。现在是可乐啊，有时候是安哥在那边捞，慢慢捞，因为为了要分类，所以是非常辛苦的。对，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。当你们里面清洁了呢，就把这个厨余倒进这个红色的桶里面。好啊。哦 ，OK，这个步骤我们就要推去那个厨余处理器去。怎么样？哇，这个我猜一下，去打太极对不对？你看怎么样 ？OK， 我懂了。我猜应该是热气处理，对不对？对了，100分。你怎么知道？搞里面有戏。我就知道了。来，在哪里？往哪里走？走，来了。是这里吗？应该是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是那个看图说故事的地方啊。是。对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厨余处理的系统。现在我们就要把这边的厨余倒进去，搅碎它。厨余会和微生物产生反应，加速分解，同时也会去除掉它的臭味，还有细菌。哇哦，好神奇哦！厨余处理过后会变成什么？我们会做出3种产品。第一种就是有机肥料 （fertilizer）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！对。哦，有机。对。第二种我们会做成非饮用水。哦，非饮用水。不能喝的。不能喝。这个是专门拿来洗地、洗厕所。哦。哎，但是还是很透明的，你看。是，还是晶莹剔透的。对，是过滤过的。对。那第3种？第3种就是这个凉茶。真的是凉茶来的，你喝喝看。哎，你喝看。Liquid nutrient 很有营养的，来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一个营养素，是用在我的小绿屋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水耕法的地方，是给那些植物营养的。对了。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生态园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哎，真的很多蔬果哎，所以这些蔬果都是用有机肥料施肥的吗？对呀，你看到我的手吗？现在我就要施肥给你们看。好。首先我们要挖一个洞。我以为通常肥料都是这样撒在上面的，不是吗？哦，不是，因为我们的肥料是用厨余来造成的。如果我们撒在上面，它有一种味道会引老鼠、蚂蚁来。所以我们就要埋在它的泥土里面。那个厨余处理器1个月能制造多少有机肥料？450 kg。450 kg。对。都在这里施肥吗？哦，不是，我们每个月有2次 Harvest Day。Harvest Day 就是说我们这边所种的蔬菜，我们会收割了，分给居民，包括1包肥料。哦，所以就是说那一天可以拿到肥料，也可以拿到你们种的蔬果。对。哇，这么好啊！原来我们国人每天都在浪费这么多的食物。幸好有厨余处理器，可以把厨余制造成其他的产品，等于给了这些厨余第2次的生命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我们就在这里打卡吧。耶！小老婆大发现。喂，你在看什么？这种是不会出现的啦。我没有在看黄振龙，我是在看制作组说今天要去屋顶大发现。如果在这里看得到的话，就不用上去了吗？上去是一定要上去，你不要懒惰啊！走，开工。我不是懒惰，我只是怕晒黑。哦，晒黑了，哎，我做好准备好了，穿这个。我也有，噔噔，防晒。喷多一点，喷多一点。哎，OK，来，喷。哎。我坤耀，已经是顶楼了，没办法再上去了。那你就不知道了，我给你看，来看这个。啊，
这边这里上去。对不可以，它锁着了，不可以上去。可以不可以，不可哎，以。不可以的，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爬上去的哦。 Sorry 我们需要申请批准才可以上去的。那你是住这边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是一鸣，我是建物局的执行工程师。好，一鸣你好，我是可乐。好，我是你们好郭姑你们好娘。是，所以我们可以上去吗？今天申请了批准，所以我可以带你们上去。好 OK，那就马上吧。对。你 OK 啊？ OK，我相信你啊。可以。 Thank you 啊，brother。你是 sister，我们是 sister。这是我第一次上来哎，可以吗？哇。OK，来喽。猜猜看，主屋的屋顶上是什么光景？我觉得现在有一种他们放 solar panel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有可能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很 efficient 的，很好用的，它省你的电呢。住在主屋的话，可能放在走廊吧，走廊也是会收到，走廊没有太阳，偶尔会照射的，会射进来的。顶楼一定会有太阳，冲太阳光。他们上面应该是有水缸啦，水缸是会有的水缸是 confirm 的，然后还有避雷针，还有一些水管。OK，会不会有人在上面晒衣服？不会。新加坡的屋顶是不可以去的啦。哦，哎呀，我知道啦。我知道你会讲。那金志讲的吗？哇，这里有那么多太阳能板哦！对哦，你看，你看对面的竹跟后面的竹都有太阳能板呢，这样我都不知道哎。四面八方都是哎，对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可是真的很晒，你在做梦？呀，我害怕。为什么？跟你说，来到这个主屋的这个屋顶呢，要非常小心的行走，然后要走在这个缝隙中。为什么不要扶我？我比那个太阳能板便宜啊！你把我弄坏，好过你把这个太阳能板弄坏，要不要？你已经坏了，没关系。啊？ OK 啊，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，为什么主屋屋顶呢要铺设这么多太阳能板？新加坡正朝着低碳的可持续未来前进，然后其中一个措施就是使用太阳能，而我国土地有限，所以建屋局充分利用屋顶的空间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利用这个空间。对，可是我问另外一个问题之前，你可以把你手放开先吗？所以你一直抓住我。那我想问，目前有多少主屋屋顶已经铺设了太阳能板？截至去年12月，已经有2470座主屋的屋顶铺设太阳能板。 2470，有没有听了？哦有2400多。才70，很多哎，这样。你们猜一猜，这个主屋有几片太阳能板呢？我猜有大概200个吧，200。那我猜有差不多488个。都猜得很好，但是不对。啊，哎，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不对。你们看过我们要因为监制跟导播说不能够先去找答案，可是他自己找答案了。哇，蛮多的嘞，还有上面还没有算到哎。有可能算错了，老了，看错让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这就要根据屋顶的大小了。这个屋顶呢有60片的太阳能板。那只有在主屋屋顶才铺设太阳能板吗？哦，不是，还有在一些学校和一些政府建筑，然后在阳光充沛的地点也会尽量再铺设太阳能板。你在新加坡的全岛都有。哇，太好了！未来呢会更多的太阳能板。 Make good use of the sun. Understand? No, 啊，不要紧， I know the sun is very hot. 好好利用这个太阳的光哦，啊！你应该是听不懂的。我想问，这些太阳能板能产生多少电力呢？太阳能板能把20%的阳光转换为电力。新加坡计划在2030年将太阳能的装机容量提高到2000兆分瓦， 2000兆分瓦是什么来的？这就等于大约35万户家庭常年用电的需求。 35万户嘞，哇，很多哎！常年呢。好，扫一扫。主屋屋顶的太阳能板呢？所产生的电力用在哪里？说那边呢就是产生电力，所以那个电力呢就会到自己的家里，可以启动电视机啊，所有用电的东西咯。PQRSTUV。
WSIJ。那个电梯，还有那个你那个政府组的灯啊，走廊的灯。太阳能板产生的电力，在白天为公共的服务设施，如电梯、走廊的照明，哦，就是一些公共的设施。对，然后多余的则导回我国电网。哇，原来电可以倒来倒去的啊，你嘞！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太好了，可以达到这个省电的效益。屋顶铺设的太阳能板可以供电给主屋的公共设施，希望新加坡可以继续朝节能减碳的目标前进。我要在这里打卡，耶！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呢？啊，我懂，你懂吗？不懂不懂啊，水箱放水。哦，那这个水箱是提供给整座主屋的吗？低层楼的住户需要用水时，可以直接从地底下的水管输送；但高层楼的住户需要用水时，就得把水抽上来，所以一次过把水抽上水箱，储存在这里。哦，那就是他们用的水。对哎，那我有一个八卦，哎，不是我八卦，是我想帮那个6楼的安迪问的哈。请问这个水箱有清洗的吗？肯定有，绝对有。公用事业局要求每年至少清洗1次，然后也要经过检测，确保水质干净达标。哇，太好了！所以呢，我们喝的水呀、用的水呀都是干净的。对了安迪，你听到了吗？6楼的安迪有帮你问的嘞。 Very clean。我们走，去他家喝水。啊，停车场。哇，我跟你讲，一鸣肯定在楼上等我们。我会有准备好了吗？先到先赢 ，Let's go！喂，这边爬上去。哎，你脚长，你让我，让你我。先，去。国辉要搭电梯，国辉要搭电梯。Hello， 谁叫我跑上来的？那个门锁着嘞，所以我要跑下去，我要跟他们一起搭电梯上去。哎呦，谁叫他什么都要第一个，要给他第一个咯，第一个上去他才知道。First。骗我！你看我跑到我的鞋带都掉了。可啦。哇，这是不是演那个什么太阳的后裔？哎，不要乱绑，绑好来。走，搭电梯。死定啊，你个姑娘！No， 我们不是 friend。小老婆大发现。这里什么地方来的？哎，哇，太阳这么猛烈，一看就知道是屋顶还是顶层啊！哇，你看，没想到停车场顶层还会种植这么漂亮的花草哎。所以屋顶不只是有太阳能板、水箱，还有这么多的东西，快点从一鸣发现更多吧！小的 landmark。哎，这个。看到你。OK。如果你是决策者，你会怎么样利用屋顶的空间？我会想要把屋顶种很多花草树木。我觉得如果上面有花园，然后有很多树，就会有树荫，然后整个政府主屋也会比较凉爽。我本来讲游泳池的，可是我讲那里可能全部一起上去。很热哎，bro。不然就 gym。 OK， 你就赶快赚钱去住公寓吧。是。嗨，一鸣。你们好，这些是什么？这些是 prefabricated extensive green roof tree， 简称为 PEG roof tree。PEG roof tree 是什么作用的呢？这是建屋局自己研发的种植托盘，它能够种植植物，绿化我们的环境，还能够降低温度。我不相信，等一下。你做么？ FPT 蔡依婷，快点拿给我！是怎么降低的？不是这样。你不要用这个啊，这个不可以测的，这个是测人的体温这样。生病 MG。 She is ugly。这样啊。Tall and no brain。你有脑叫什么 No brain 啦。 ？No brain。我要测试。我们不可以用这种普通的温度计来测试温度，你看不起这种普通的温度计吗？不是，是需要用红外线的测温仪来测试。哎，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测试温度的仪器。是的。
哦他现在就开始测试了，啊，哎，真的有不一样哎，真的有差好多。你看那个花草跟那个地板都不一样温度，哇，所以种植植物后，地面的温度降低了大约20摄氏度。哇，这么多！原来绿化呢是为了降低温度。所以2016年起，所有的政府建筑设施都必须达到4.5的绿色容积率。这也就是说，绿化的面积必须是土地面积的4.5倍。那这个停车场顶层花园是几时开始的？建屋局是在2006年第一次在大巴窑实行了这个项目，然后过后呢，就在新加坡的各个角落都有实行，就像在红帽桥、榜鹅和义顺。所以说新加坡呢是寸地黄金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这个空间。谢谢我们的伊米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来聊这个屋顶大发现。在屋顶种植花草，不只可以起到绿化作用，而且还可以降低周围气温，让居民享受更舒适的生活环境。今天我也学到了更多关于屋顶的故事了，我就在这里打卡吧，耶！我们今天要找的是海水淡化厂，但是我们所在的地方一看就是公园嘛。对哦，这里是市区的边缘呢，怎么会有工厂？啊，你也是很奇怪，你口很渴啊，拿着一瓶水。有一点口渴，可是呢，我知道今天我们是来找海水淡化厂的，我要让他们帮我淡化这瓶海水。 Hello，你好，你是哪位啊？我是公用事业局的齐伟。它是 PUB， 那请问你在 PUB 是做什么的呢？我们负责监督这里海水淡化厂的营运。海水淡化厂，我们想要去海水淡化厂，但是我们一直找不到，一看就是公园嘛，这里，你可以带我们去吗？可以，在我带你去之前呢，让我考考你们。你知道新加坡的4大水猴吗？我只知道香港的4大天王，呀，刘德华，郭富城、黎明、张学友。耶的，所以不知道什么4大水我们不知道，我猴们不知道。新加坡的4大水猴是进口水、集水区、新生水，还有海水淡化。啊，进口水就是跟邻国买的水，然后集水区就是 reservoir。新生水就是 New Water。哇，我也懂，海水淡化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。对了，你们真厉害。是不是？我们是很聪明的，但是还是要问你一下，其实 reservoir 新加坡到底有几个呢？新加坡总共有17座蓄水池。这么多啊！那最大的 reservoir 是哪里呢？最大的 reservoir 就是滨海蓄水池，就在 Marina Barrage 那里。哦，就在这里。来，来喽！新加坡一共有几座海水淡化厂？淡化厂是什么？English。问我就对了。Sea Water Desalination。 Sea water 是对啦，desalination。虽然他听不懂，但是他抓得到边边。谢谢。所以你懂什么是海水淡化吗？淡化了那个海水，然后就可以让我们使用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但是使用不一定可以用来喝，但是可能可以用来冲凉。冲凉。但是冲凉的水我们也可以喝啊，就是水龙头出来的水水龙头咯。所以一共有几座？3到4座海水淡化厂。我觉得新加坡有2座海水淡化厂。我觉得有7座。新加坡目前有4座海水淡化厂，这里呢就是滨海东海水淡化厂，然后第5座海水淡化厂在玉兰岛，将在今年竣工。所以这里这一座是第4座海水淡化厂。你猜对了。我才3到4座，我赢了。你等今年的做完了是5座了，那就错了。那我们可以去看海水淡化厂，就是在这里吗？对，我带你去啦，我想去看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地底下咯。这里下。走不完哇，这就是我国首座双模式海水淡化厂。啊，什么是双模式？因为气候变化呢，天气变得难以捉摸，有时候雨量比较多，有时候有旱季，所以当雨量比较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尽量的拿滨海蓄水池的淡水来处理。雨量比较少的时候，旱季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海水来做淡化。
这将使我国的水工呢更有保障。那我们可以下去看吗？可以啊，穿好安全装备就能下去了。你在蠕动什么？走。走。有人。 Hello， 我是 Mr. Go， 是集保基础设施的执行总监。总监你好。不好意思让他久等了。是，刚才因为我们在穿这身装备。是我们穿了25分钟呢。是吧？好吧，那就跟我走吧。是的，总监。 Yes，let's go。 Let's go。他不会带我们去卖啊？不会，肯定不会。哇，真的有那个淡水的味道哎。是的，这里就是集保滨海东海水淡化厂的车间。我先带你们上去看第一个步骤。哦，好啊，好像走上我们的人生巅峰的感觉。这里是水厂的净水渠，现在是雨季，我们拿的是蓄水池的水。这水还没处理，我会带你们去看第一个步骤的处理。OK， 这里就是水处理工艺的第一个步骤。这第一个步骤就用气浮系统。你看到那4条黑管吗？这4条黑管的水啊，打进去是已经有溶解氧，然后它在高压的时候溶解氧会比较高，打出那个水面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微小的空气泡就会凝聚在颗粒那边，把颗粒给浮起来。哇！所有的那个浮渣刮除了之后，经过那个收集槽混杂部分的那个浓盐水呢，打回出去大海。那第一个步骤过后，处理干净了呢，就干净了。不是，要做深层过滤。深层过滤有2个过滤，一个是微粒，一个是超滤。微粒就是把大于毛发直径的颗粒给去掉。然后呢，超滤呢可以去掉微生物。哇，太科学了，这个太科学了，我听不懂。小老王大发现。 OK， 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高压反渗透，就是 desalination process 的这部分。用高压把那个水经过高压膜，然后通过那高压膜的呢，就变成淡水。去盐过后，下一个步骤是什么？为了确保100%的安全，还要经过一个紫外线消毒。哦，所以就是2度的这去菌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直接可以拿来喝了。不可以，因为现在的水呢还是属于纯净水，很干净的。太干净的水呢，它没有矿物质的话，喝进身体里面呢，长期的话可能对你骨骼啊、身体会不好影响。所以后面呢还要加可以食用的那些矿物质。海水淡化厂是新加坡4大水喉之一，这里也是首座双模式的海水淡化厂。对于保障我国的水源呢充足，我们又向前的跨进一步，在这里打卡。在出水之前呢，你们看到这些设备，这些全部是水质测量仪，测量水质的个别指数。这些指数呢，你们可能也不太明白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带你们去看，你们肯定会感到有兴趣的。哦，这个，你们来这里前面看，看什么？哦，有鱼！哇，为什么有鱼？哎，这个我发现了，这个是我们老房的那个照片。是，原来是会动的，我还以为只是一个图片呢。哎呦，猜猜这是什么 ？It's a picture。这是什么？我问一下你们看得出这个是什么吗？对，因为远远看的时候好像蟑螂哦。这个是从那个 microscope 看进去的东西，因为你看进去 microscope 一定会有这个针在那边。我记得这个好像是用马哥画的。哦，如果你说那条线是显微镜的话，它是来看那个水的微生物那些肮脏细菌吗？有可能不是细菌，有可能是水分里面的东西有什么哦，成分。啊？
这个的用途呢，就是附加了测量仪表的那些数据，这鱼的游动呢，全部给记录下来。然后如果水质不好，鱼的运动量会减少。然后你就可以比选之前的数据，来确保说水质没有变质。哦，所以是用鱼来检测水干不干净。哇，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很复杂哦。对，听起来好像是以前的做法，但是又融合了高科技。是，其实我们了解这么多，都还没有机会问到你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海水淡化厂一天到底可以处理多少水？这水厂呢，热产量是3000万加仑的水，是等于新加坡7个%的用水量。哇，很多哎，很多一天。Mr. Go， 我偷偷听到你们获得什么奖？拿什么奖？我们这项目呢，得到了那个 BUB 的那个 ABC 水的金奖。ABC， 我只听过 ABC 的那个 ice kacang。我听过 ABC 说吧，你呢？啤酒。其实 ABC 代表 Active, Beautiful and Clean， 就是活跃、优美、清洁。谁是活跃，谁是优美？活跃，优美，清洁。李泽哥，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请求，上道具。什么？蔡依婷。哎呀，我们的 PA 啊，米泽哥，请将我的海水变成淡水。这个要从第一个步骤开始。去，然后慢慢过滤才能喝。哎呦，都不好玩的，米泽哥像我爸一样老古董。什么？喂 ，Mr. Go， 像你老古董哎。我们去喝茶。这瓶水银针拿来拿去，你真的要拿去检测啊？ Yes, why not？ 哎，天气很热，要不要来喝一点？你喝来啊，你开，来，快！哎，先不要，那好的东西呢要跟身边的人分享，你们不要是不是？我给那个检测的帅哥喝。他怎么知道？他怎么对这个地方这么熟啊？我怎么知道找谁就知道是帅哥嘞？有时间了，不要过去了，很丑。快点啦！快点，跟紧一点。你确定你现在要去哪里？非常确定 ，I'm very sure。真快哎！ Hello， 欢迎你们。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让我来为你们介绍，在我身边这个帅哥呢是我的朋友，叫做彭伟。Hello， 欢迎你们。这是我们公用事业局的水质署的水质检测实验室。哈哈，你看吧，跟着我来就对了。我说我会的。真的呢，第一次相信你就成功了。是，对，第一次相信。第一次。所以他们孤陋寡闻，想要参观一下实验室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可以了。但是你们要先跟我去穿上那个实验服。也忙啊。哎，刚刚好。不明白为什么每次要我们穿这种啊？ OK 好，因为我们当不了科学家嘛，我们试一下自己口也不错。看我的面具，看我的机会就可以。我手里。哦，你是有肌肉吗？叫你看我的手，不看我的肩膀啊！你应该ซู一个他的脸。哇，怎么样？穿了这身白袍，感觉自己像医生啊？非常帅气，像个科学家。啊，讲完了没有？啊讲完了可以问问题了吗 OK，OK 可以。彭伟，请问这台机器是做什么的？这个是我们的自动化水质检测系统。所以一般上可以检测出什么？这台仪器是检测水的pH 值、浊度、氨还有氟化物等之类的参数。只要把那个样本输入放在那边，然后15分钟内那个检测结果就会出现，减少了我们对人工的需求。这么一来，我们的同事就能被分配到去做一些比较复杂、比较更有针对性的工作。彭伟，我听说你有个更特别的实验室，可以带我们去看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带你去看我们的另外一个实验室，叫做Mobile Lab，它是一个流动实验室。你们什么时候会出动这台流动实验室？通常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紧急的水质情况，比如说食物中毒事件。在现场采取样本过后，我们就直接能马上的在实验室里面进行检测了。
往往这些事件水质都不是起因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在短时间内确保水质，然后所以公众可以继续的安全使用。那其实，在实验室检测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因为那里有机器嘛，你只需要花15分钟。这里通常会比较久，因为还是比较依赖人工，而且一般上只有1-2个人会在里面进行检测。但是流动嘛，方便，可以去到哪里测到哪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他们也省了很多时间，得到的结果也很快。是，所有工作人员呢，每天都在到处奔波，就是为了新加坡的水呢的品质可以是安全的。真的是谢谢你们，太谢谢你了，谢谢你，我的朋友彭伟。但是，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但是没有 desto， 我要叫我的这个最美丽的 AP 蔡依婷。哦，你要吃什么贝登？哦，这个水啊。我忘了拿，忘了拿。哎呦，对呀，突然发现到没有看到它。我的这个水哈，你不帮我这个检测没关系，我刚刚已经喝了，请喝一口吧。这是一个非常好喝，新加坡天然无加任何防腐剂的海水。看起来 OK。你不相信我？它真的。还没喝到啦。水源是非常重要的，水的质量也是不能忽视哦。为了确保我们喝的水又干净又安全，还设计了这个流动实验室，我要在这里打卡，耶！小老王大发现。我们已经准备好备战工具了。今天要找的答案跟白蚁有关。你说的没错，白蚁喜欢潮湿的木板，只要用我的吹风筒把木板吹干，那就没问题啦。很好，白蚁跑出来时就用苍蝇拍，拍死它们。哎，这是吹风筒来吹头发的嘛？这苍蝇拍拿来拍苍蝇的，跟白蚁哪里有关？还是用我的杀虫剂这样喷喷一下比较有效。那既然工具我们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发找 Edwin Go。Edwin Go 很熟嘞。Hello， 你们好。哎，你好。他就是 Edwin Go。不是，我是 Edwin Grab 橱窗公司的负责人。哪里来的 Edwin Go？我说我们去找 Edwin，Let's go。那我们今天要找的答案跟白蚁有关，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可以啊，请进。谢谢谢谢。白蚁在哪里？白蚁呢？Edwin不要害怕，让我们来处理。来，出来。我们的工具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来，不要怕。这些工具是不合格。脱掉。穿这么久啊！里面的白蚂蚁有几万只。这么多啊！是。几万只而已，别害怕，狗狗要。你又推给别人。我们去看看啊，今天有 Edwin 保护着我们 ，OK？ ，Let's 没 go。问题。在哪里？在里面。走吧。哇，上万只嘞！很多只哎。其实这个啦。OK， 来，什么问题呢？最多人找驱虫专家消灭哪些害虫？我知道，蟑螂，还有老鼠。老鼠哦，蛇，我相信那种蛇。蜈蚣，蜈蚣有毒哎，它中你的。就是有毒就是害虫哎。是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Edwin，在新加坡最多人找你们消灭哪些害虫？最普遍的是蟑螂跟老鼠，还有我们今天要消灭的白蚂蚁。原来新加坡有那么多人有白蚂蚁的问题哦，我以为只是蟑螂啊、老鼠的问题比较多。是，怪不得我们今天要来找白蚂蚁啊。可是你看白蚂蚁不是讲要消灭白蚂蚁，就在你们的背后的门框跟门上。我们后面。怎么看得到？看不出，我们肉眼完全看不出啊。看起来很正常啊。我们可以用3合1的检测器来探测白蚁。这个探测器就能够探测热度、湿度，还有 ultrasound。所以要怎么探测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探测器很像。所以你传输了多少给他？3块，3块3毛。那白蚂蚁会在什么样的温度滋生呢？其实那个热度我们比较少会用到，通常是用 ultrasound 跟湿度。所以那个 ultrasound 是 scan 有没有白蚂蚁在里面？是的，就是会探测它的动静。你
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其实是没有动静。对呀，没有动静，所以没有白蚂蚁。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仪器开始检查别的部分。我就知道你错了，你这边就可能有动静。真不好了，人家真的有嘞。测他头脑有没有动静？对啊，没有动静。红的有啦，今天有带 OK。放在上面。哎，是。 OK，猜看，有吗？有吗？我不明白，所以里面是没有白蚂蚁了是吗？这个探测器已经确认白蚁已经不在里面了，可能就是因为受到一些干扰、震动，就会让它们搬迁。搬迁很快，他们这样就嗖，是很有钱哦，白蚂蚁一直搬家，所以搬去哪里你知不知道？很有可能的就是搬去隔壁的房间或者储藏室。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一下。有动静哎，有动静。哦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有白蚁的动静，就是可能从隔壁的房间搬迁到这个储藏室来。真的搬过来了。是会躲。全部都在里面吗？你可以看到这个储藏室里面地板上有那个泥道，甚至天花板的门后面。其实那泥道就是沙子跟它的排泄物所造成的，因为它们需要 moisture 在里面。我要看白蚂蚁。泥道长什么样子？你看，真的泥道是什么来的泥很道多。你们看，很多哎，哇，很多哎，很多哎。毛骨悚然呢，上面有泥道。上面是有。哇，是，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。我们不要留在这里。真的看到很多白蚂蚁，那你们是怎么消灭这些白蚂蚁的？我们会用那个白蚁诱饵，诱饵里面有99%的纤维素，那里面含有1%的 IgR。纤维素就是那些门里面也有的啦，木里面有。是的，所有的木材的东西都有纤维素。那1%的那个什么IgR，我就在说这个。OK，IgR 其实就是 insect growth regulator， 它是防止白蚁成长的一种药物。哦，那是用来防止白蚁成长，也防止白蚁繁殖。是的，这样不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把它们全部消灭？就是需要6个星期到2-3个月的时间。啊，那么长啊！久哎，我以为是一两天，它们就全部消失了。对啊，因为以后一天可以生1万到3万之间的卵。那些卵都会变成白蚁？是的。哇，难怪那个问题那么的严重。白蚂蚁你不简单啊你。首先我们会把这个蒸馏水放进这个诱饵，因为它的诱饵是干的，那白蚁才有办法吃这个纤维素。浓墨的水不能啊，一定要这个蒸馏水。对，因为那个 pH level 不一样。哦，了解了解。那蒸馏水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 distilled water。pH7。聪明。有来。OK。刚才你说被白蚁侵蚀的这些木门，其实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。那在家里的观众朋友们要怎么知道他们家里的木门其实被侵蚀了呢？白蚁侵蚀过的那些木门，这些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波浪形，甚至你用敲打的方式可以听到一些空洞的声音。我听说用杀虫剂就可以把白蚂蚁消灭掉，是真的吗？千万不要用杀虫剂消灭白蚁，因为当你喷洒杀虫剂的时候，表面上白蚁可能死亡，但是内侧的白蚁就一定会搬迁，造成更大的损坏。好像很寂寞这样哦，没有朋友，自己拍自己拿。OK 吧，来，这个。OK。白蚁的天敌是什么？蟑螂。是人。N eater。啊，食蚁兽啊，这样 pest control 会带一只食蚁兽。去吃吧。对。白蚁的天敌是食蚁兽。白蚁最大的天敌是什么？艾薇娜。这也对了，艾薇就是白蚁最大的天敌了吗？灭虫专家。啊，不用问了哦。也不是啦，最大的天敌其实是蚂蚁。好。黑蚂蚁啦，普通的啦。怎么说呢？其实蚂蚁会吃白蚂蚁的卵，因为它有 protein。白蚂蚁和蚂蚁不是同类吗？为什么自相残杀？它们其实不是同类，白蚂蚁属于蟑螂类的。啊，它是蟑螂。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，长太多知识了。原来白蚂蚁的天敌是黑蚂蚁，而且它们不是同类，而且白蚂蚁不是蚂蚁，它是蟑螂类。蟑螂。对。
原来白蚁的天敌是蚂蚁，它还是蟑螂的亲戚。特制的纤维素诱饵能控制白蚁的成长，是消灭它们最有效的武器。那我看你是讲了很多话哈，你要不要喝一点水？你不要乱去动怒人家。这个是什么水？回来，这个哪里可以喝的？这个不可以喝的。检测等一下，你不要一直撞他，把他拉走啊！跟你讲，你做你的朋友就走掉了啊。有没有朋友了？没有朋友了。我只剩下朋友一个朋友，而你们2个而已。